走吧。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你跟金耀武到底有什么过节？我还以为你不会关注一环以外的任何事儿呢。以前我跟他是北大的同事，当年要不是他，算了，不说了，走吧。继续说。当年就是他告诉了晚期扩张性心肌病患者的家属，老师只做了一半的手术，后面有一个新人接了手，那个新人就是我。李师长，怎么样了？大夫，咋样了？对不起，啊，我们尽力了。尽力了！我孙子刚刚受伤。老师，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啊！老师，快来人呐！整整11个小时的手术，老师一口饭没吃，硬生生的做到前10个小时。我见他实在太累了，才接的手。可就算如此，老师也没有走，一直在旁边指点我。可到了患者家属嘴里，我们却变成了草菅人命，不负责任。而我的老师呢，心歪第一头，就那样，再也拿不了手术刀。可那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你发现自己的艺术水平，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掉链子。就像巴基斯坦手术，就像刚刚起立人的手术。小苏啊，吴老的手怎么样了？是啊，怎么样了？你快说话呀！怎么样？你说一句啊！是你？什么？是你告诉患者家属，手术不是老师做的，是我搞的，是不是？我说的是事实。你说是个屁！小吴，你过来！老师的手再做不了手术了，你不是可以上位了吗？我上什么位？金耀武，你苏云，不要以为全世界都围着你转。你知道这个患者是谁吗？他是我表哥，我姑就这么一个孩子，现在他没了，他死了，谁赔命？我告诉你，我可以赔你一只手，也赔我一条命，你敢吗？放开我！
什么就不行了？什么叫不行了啊？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好着呢，你们看不了病就说你们看不了病，好吧？全是一帮庸医。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也不心疼一下我呀？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就开长途，你知道吗？我妈在家里挺严重的，你下次能不能叫个快递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是不知道吗？而且快递时间也不固定，我只相信您啊，辛苦了。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暖和多了。俗话啊，哎，哟，还有人跟陈妙一样爱写笔记啊？什么陈明？哎，医生不爱写笔记吗？那个我们回屋看啊。哎，我来，我们开门。看。哎。哎呀，王远山的资料以前不是给过我们吗？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要的最新的。他前段时间不是又去3院做了一次检查吗？还有一些前列腺造影的影像资料。很少有人做前列腺造影了，这资料太宝贵了。膀胱肿瘤造影、肾脏肿瘤造影，还有这么多啊！这些啊都是那些教授私藏的，我拜托我的朋友厚着脸皮一位一位求来的。陈医生，希望能帮到你。这些太有用了，给我看怎么样？你就不需要了吧？为什么呀？正如你说的，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且实验手术的人选已经定了我，给你浪费。喂，哎，陈医生，我帮你。小鱼人，月儿，给我看看。郑医生，还有这些。哎，郑医生，我这还有俩资料。老贺，你也行啊，你们真行啊！红儿姐，我好烦啊！云哥，怎么是你啊？院长在做复查，没带手机进去。复查？他心脏又不舒服了？有点不舒服，心外的主任正在看。你找院长什么事啊？我等会儿帮你转达。花儿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必须的。没事儿，让他好好养病，告诉他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的。Congratulations, Professor. The operation is perfect, and the live broadcast effect was huge. Is my car ready? Of course, Wenxi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has prepared a celebration party, and I'm here to feature. I will not be participating. But my investor is willing to give you a new contract for this live operation with a large percentage of commission in order to celebrate your success. The award has been applied for you. Well, when you come back, let's celebrate you. Do you think that I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for money? “不愧是特制的导师，才能在转弯处这么游刃有余。”这款导丝的确是太先进了，明摆着，这就生生用钱砸赢的。材料学方面的差距，短时间内真的是无法弥补了。真是差距太大了，没办法，怎么这么久？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投入就都没有意义了。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3院是怎么把人从你们手里弄走的呀？问这些有什么用啊？新陵园已经独家直播了，现在全球人都知道人家成功了。北京，诸位，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啊！既然现在3院和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小金会安排大家的返程事宜。谢谢大家。郑医生，我们新陵园为鲁道夫教授做的手术直播您看到了吧？我们老板谢总觉得手术直播非常有前景，我想问一下，您准备的怎么样了？金二哥，事已至此，交个底吧。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跟3院争成这样？为了耗材。什么意思？一直以来，介入科用的耗材都是进口的，老师和院长都觉得是时候发展自己的耗材了。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一个新玩意儿，还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定义，大家都处于一个摸索研究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此为起点，推广国产耗材。难怪。那3院那边什么意见？他们不在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科技制裁，为了能够尽快取得研究成果，所以他们选择了万盛国际的进口耗材。而万盛也想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就这样，他们才会邀请鲁道夫。现在看来，还是我们太天真了。不用再说了，你们都已经尽力了。尽管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但是我觉得技术的差距微乎其微。可是材料、平台、客源、环境才是真正的原因呢。我们只有再想别的办法了。坦白说，孔主任，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北大输给了3院，国产耗材输给了进口耗材。我跟郑人也是搭了前车，冒着风险来的。因为秦丽人，我们已经彻底把他得罪了。他发话要开除我们俩。这笔账要算在我们头上，为什么不算呀？谁让你们给他示范手术名额？那你想怎么样？现在人家已经完成了，人家完成了，难道我们就不能继续了吗？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也要向万盛国际订购这款专用导丝，然后继续挑战这个手术？不行，必须用国产导丝，这个手术的推行才有意义。老师，你也看到了，人家用的导丝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根本就造不出来。对，你看，他也同意我，必须用国产导丝才有意义。这句话对。我认为，鲁道夫的手术并不完美，这款微导丝也不够好。这已经是我见过最细的导丝了。这个位置，它没有继续往下走，而是直接栓塞了膀胱上动脉的分支。在这个位置栓塞，栓塞剂是有90%的几率会被冲回，导致异位栓塞。所以我认为，患者在不久后便会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等并发症。这台手术做得很糙，按照我的标准，这台手术是失败的。你有什么想法？孔主任，请再给我们3天时间，看看王远山的术后反馈。如果真的如我所料，我们还有机会。小金啊，你怎么看？老
老师，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才说服院长，还把大家从全国各地请过来，是因为看了一台手术，都没有上手比过就放弃。我不甘心。没错，王远山做完了，那就再多找几个实验手术患者来。比赛还没有结束。主任，我想继续。孔主任，再试试吧。老师，那好，我们继续。继续。继续。哎呦，我可听说了，任老外已经在前头搞定了那个手术，也就是说，证人苏云都输了。你可说过了，如果手术失败，你就会开除他们的。说话可得算话呀！啊？还有，听说你之前各种吹嘘，说证人肯定能成功，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他失败了。我告诉你，董老板可是非常不高兴啊！他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决定预约鲁道夫做手术了，所以要不证人苏云走，要不我走，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进。院长，怎么了？我们之前不是在网站上宣传了前列腺手术吗？当时是有很多患者预约了，现在不知道是听到哪里的风声，就纷纷取消了，还给我们打了很多差评。各位注意了，海城说要开展前列腺介入栓塞术是骗人的，我跟北大的朋友都打听过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关掉这个后台评分系统啊？不要管，免得引起更大的反噬。那海报还要打吗？取消吧。好。这个位置 ，OK， 还有这个。这密密麻麻记了这么一大堆，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吗？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牛已经都吹出去了，只能赢不能输啊。有什么新思路吗？你看，这个位置就是鲁道夫栓塞的地方，离下面的供氧血管还有一定的距离，它无法继续前进，所以选择在这个分支就开始栓塞。我们要想做到精准栓塞，就必须继续往下走。他的导丝已经够细了，但还是下不去啊。因为血液是流动的，就像在流水中拿线穿针一样，他的视野、角度、力度都会产生偏差。不解决血管壁的摩擦阻力和血流速度之间产生的湍流对导丝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还是那句话，怎么解决？没想好，很难。哦，原来你有觉得难的时候啊。事实上，我做所有的手术都觉得很难。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啊。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在我的世界里，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有过退缩疲倦的样子。98年抗洪，他3天3夜没睡觉，一直扛着。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了一场。99年筹建医院，他天天熬夜。00年医院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科员，
他天天东奔西跑，瘦了20多斤。那么坚强的人，最后却是那样走的，只留下一句晚安。我时常在想，是不是真的因为太难了，他想偷懒一次，就一次，他就离开了我。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所以每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结束。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会有新的发现的。去吧。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排队1小时，看病1分钟。风湿免疫科哪有？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人员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吹电梯！小雨，你今天不是出假了？我路上碰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患者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架开。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
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铺弹。跳了！快！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白付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啊？哎。 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 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 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 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
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郑人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布做手术，我要让他活着，
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嗯。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当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洋洋？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Brina.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Okay, this one please. 云哥，值班的孩子有福报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罗伯莱纳大厦的手术。院长，我们准备麻醉了。好。 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棒哦！ 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 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 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
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别人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76岁，酒后心绞痛。第2小60。您从这儿直走，右转，穿过走廊就缝合适啊。护士长走，护士长走，都打起精神来，不许在分诊台乐事打瞌睡。
鼓掌，签个字呗。你又在分诊台吃零食。哦，下次不敢了。喂，第2附属医院急诊室。好，我们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好，哎呀，亲爱的，亏得你没走。第2抢救室，老人心绞痛。梅亚萍，你着嘛皮呀？啊，我值班36个小时没睡觉了。再说，就没有别的值班大夫了？关几周的班，2台手术，还被家属给查溜了。你就当替他值个班呗。再说了，你不帮他谁帮他？就忽悠我。什么情况啊？老人76岁，喝酒之后心绞痛。一大早就喝酒啊，大爷！来，家属帮我一下，给您听听啊。心电图做了吗？在车上做过一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跟车大夫谁呀？宋小杰大夫。人呢？他要跟车走了啊。哦，对了，这是在车上做的心电图，您看一下。血压多少？120/80。还是先按心绞痛治吧。吸氧，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嚼服。如果疼得厉害，在静脉注射一些硝酸甘油，做个心肌酶，再做一个心电图。哦，好的。哎，大夫，这心电图我们都做过一次了，你这再做一次，这不相当于重复交费了吗？车上做的心电图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这病人的病情变化是复杂的，尤其是心脏病。我怀疑你父亲啊，可能是心梗。啊？这不是表演抢救吗？行，行。哎，高大夫，我来吧。算了算了，咱谁也甭按，再按下去啊，这肋骨该压折了。这送来的也太晚了。老夏，你去把他家属叫来。哎，关大夫，这个心动过速的病人不咳嗽了。嗯。师傅，心电图做好。啊，苏丽啊，我以为你下夜班了呢。没有。一会儿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个人。血压下降70/40，心率150。妈妈怎么了？左心室下壁心梗了。左心室下，赶紧停用硝酸甘油。可是我还没给过药呢。在来医院以前有给他服过什么药吗？没有啊。啊，他刚刚吃了几片硝酸甘油。刚刚什么时候？就是等他来的时候。等。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不是，我没看着他给他吃药啊，我看着我肯定拦着。不是，那好，别吵，别吵，赶紧急救。大剂量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继续使用阿地普酶。阿地普酶继续使用。阿地普酶继续使用。室颤了。除颤。在这儿，200焦耳。200焦耳，让开充电。充电完毕。都闪开。血压110/70，预计综合征，正常转动了。关大夫，您为什么让他咳嗽？刚才太忙了，顾不上，我就跟他约定好了，只要不咳嗽，不是严重了就是有所好转。你别担心啊，我帮你联系心内科病房，给你采用射频消融治疗。你还年轻，这个病啊可以根治的啊。关大夫，真是太感谢您了。没事。我刚才还奇怪呢，您为什么让我老咳嗽？没事。老师，你太棒了，nice。大夫，您倒是赶紧给我们抢救啊！是，你们也看见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抢救，我们真的是尽力抢救了，可是这人实在是救不过来。大夫，你这是干什么？大夫，他老婆孩子就在路上呢，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你起来好吧？你们得救他，你们得让家属看着咱们在救人呢。不是，你这样抢救有什么意义？你说是不是？起来，起来，起来！大夫，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我答应你，我马上救他，你起来好吗？
充电完毕。心跳停了，心脉压快。怎么回事？我爸他不是心绞痛吗？心绞痛不是正常吗？你解释一下吧。心绞痛可以服用硝酸甘油，心梗的病人必须要慎用。而你父亲得的是左心室下壁心梗，是不适合用这个药的。如果用了以后，会造成血压下降、心率过缓。更何况他还喝了酒。你怎么回事？你我跟我爸吃药，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我没看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回来了。爸，你醒醒！来，你把家属请到外面休息。你冷静一点，跟我出去。怎么，你没事吧？差一点。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本来想让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一个病人，算了，现在看你这个样，你忙完这个病人之后，好好睡一觉，啊。放心吧，这儿有我。注意观察啊。好。多悬呐！主任，这怎么回事？哦，这人已经死了，可是家属要求继续抢救。你别管了，小关，赶紧到机场去给我接一个病人去。哦，那这儿呢？亚平会处理的。院长本来叫我自己去，可是我马上要动一台手术。什么人呢？这么大动静？我也不清楚。快，来不及了。关老师，我跟您一块儿去吧。不，左大夫，你留下来当你的班啊。亚平，别慎着。好嘞，我知道。关大夫，要不然你给苏大夫打个电话吧。苏丽。哎，这不是下夜班了吗？没有，刚刚抢救了一个病人。是吗？喂，姐，你到哪儿了？你不是说9点以前到家的吗？现在都几点了？已经下午1点了，你知不知道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大使馆签证？你知不知道咱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妈？好了，你别急。哎呀，我给王姐打电话，让她今天加班，回去看着咱妈。我马上就回去啊，在路上呢。患者叫周瑜，林区职工医院送来的，56岁，高空坠落伤，脑出血，先开颅手术，出血已控制，增强 CT 提示脑部异常强化，确诊为脑动脉瘤，已经手术。进来。张院啊，您找我？飞机落地了没有？还没消息呢，但是我派关继洲去的，这个人办事很稳妥的。那就好。你看看人家，出了事儿打飞机送跑，还在咱们急救中心的 No.1亲自迎接。患者是张院长的朋友，咱们骆主任怎么也得关照一下。要不说你是当主任的料？别瞎说了，人家骆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5年了，也得干得好好的。咱打赌，这次骆一盒肯定从急救中心主任的位子上下来。
1、2、3。患者周瑜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请马上送到医院。是你做的开颅？是我。还行吗？辛苦了。哎，关大夫，我跟你们一起去第2附属医院。你介绍一下，我叫王小涵。救护车不是客车，添什么乱？大客车行吗，康师傅？哎，你知道啊？请让。哟，小何佳妮同学，麻烦你往里面让，我要照看我的病人。谢谢。走吧。走了，康师傅。